一代神舰伯克级服役40年后，即将迎来退役。纵观美军水面战力，谁能接手伯克级神盾舰？作为美国海军水面力量绝对的战力图腾，伯克级神盾舰自1991年服役起，便带领美国海军统治大洋近40年。它是二战后美国建造数量最多的水面战舰，是现代海战神盾舰的标准定义者，更是全球几乎所有现代化驱逐舰的祖师爷。然而，英雄都逃不过迟暮。美国海军近期发布了最新的造舰方案，其首批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将从2030年开始陆续退役。首批退役完，接着就是第二批。我不由想问，当伯克级尽数退出历史舞台，美海军又准备让谁接手他的重任呢？美国海军又真的有能力造出比他更靠谱的接班人吗？不同于今天伯克级极具标识的模样，在上世纪80年代，这艘神舰还长相实在难看。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海军工程局接到了一个外星人也无法理解的造舰需求。只见五角大楼不容拒绝道：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太贵了，造不起太多，你们必须把那套庞大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完整的移植到一艘吨位更小、造价更便宜的驱逐舰上。听到这个要求，所有造船工程师差点要挑起第二次美国内战，因为这个要求在船舶流体力学上就相当于把大象塞进老鼠窝。宙斯盾系统的核心是那4块重达数十吨的无源相控阵雷达天线阵列。为了保证对海平面的探测距离，克服地球曲率的影响，这4块沉重的大铁板必须被安装在军舰舰桥靠上的高处。传统驱逐舰的设计理念追求的是修长优美的流线型舰体，以换取极高的极限航速。但是如果你把几十吨重的雷达架在一艘细长的驱逐舰头顶上，军舰的重心将彻底失衡，转而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只要遇上大洋上的狂风巨浪，或者在高速航行时打个急满舵，这艘军舰分分钟会发生致命的侧翻，直接倒扣在海里。到时候船翻了是谁的责任？工程师们用脚都能想到，五角大楼准会把锅甩到他们头上来。面对这个物理学死局，伯克级的设计师们只好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把船体横向拉宽变胖。他们彻底抛弃了军舰必须修长优雅的执念。伯克级的舰宽被夸张地拉到了20米以上，长宽比被压缩到了极致。从正面看过去，它不再是一条轻盈的海上猎犬，而变成了一头底盘稳固的水上斗牛犬。这种极宽的舰首和深 V 型吃水设计，虽然牺牲了0点几节的极限航速，但完美地稳住了高高在上的相控阵雷达重心。即使在极度恶劣的高海况下，伯克级依然能像不倒翁一样稳稳地劈波斩浪，雷达照样开机锁定目标。解决了重心的物理学难题后，工程师们顺手开启了另一项引领未来30年海战潮流的革命，那便是雷达隐身构型。在伯克级之前，军舰的舰桥和上层建筑都是垂直竖立的，上面挂满了各种像晾衣架一样的天线。这种设计在敌方雷达屏幕上简直比太阳还要耀眼。为了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伯克级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在设计之初就将隐身外形作为核心指标的量产水面战舰。它的舰岛外壁和上层建筑全部采用了严格的倾斜内收或外倾设计，没有一块是垂直于海面的。传统的格子桅杆被抛弃，换成了向后倾斜的单柱三脚架桅杆，连救生艇和导弹发射装置都被尽可能的包裹在倾斜的船壳里。这些在流体力学和电磁学上的妥协与重构，最终孕育出了这艘划时代的钢铁巨兽。它不仅抗风浪，看得远，更是一个隐藏在大洋电磁杂波里的致命刺客。解决完重量与速度后，接下来就是火力了。为了打造火力网，伯克级竟然连个直升机库都没有。作为一艘现代化的驱逐舰，伯克级早期型号只能让直升机在甲板上起降加油，但没法把直升机收进机库里维护，因为它把机库的空间全部用来挖坑了。设计师在舰首和舰尾硬生生塞进了90个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这意味着虽然吨位缩小了，但伯克级在诞生之初依然拥有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约 75% 的防空火力。这90个坑位就是一个通用的万能插排，它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灵活的混装，打飞机的标准2防空导弹，打陆地的战斧巡航导弹，打潜艇的阿斯洛克反潜导弹。这让它不仅是一面坚不可摧的防空盾牌，更是一柄随时可以对地纵深打击的长矛。如果说火力是它的矛，那么装甲就是它的盾。为了生存，伯克级的设计师彻底吸取了历史的血泪教训。
在1970年代，为了减轻军舰重量，全球海军非常流行钢制船底加铝合金上层建筑的设计。但1975年，美国海军贝尔纳普号巡洋舰与肯尼迪号航母相撞起火，铝合金上层建筑在高温下迅速融化坍塌，死伤惨重。1982年马岛战争中，英国的铝合金军舰被阿根廷的飞鱼导弹击中后，更是燃起无法扑灭的大火。痛定思痛的美军在伯克级上坚决抛弃了铝合金，它从头到脚恢复了全钢制舰体。这种纯钢结构极大提升了抗战损能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超重问题。为了解决超重，设计师不得不绞尽脑汁优化船型，搞出了伯克级那标志性的宽阔舰首。不仅如此，在战情中心、弹药库、发动机舱等部位，设计师还额外铺设了近130吨的凯夫勒防弹装甲，即使被反舰导弹的破片击中，这些装甲也能保护核心设备不被摧毁。更绝的是，伯克级是世界上第一型拥有核生化空气过滤器防护的驱逐舰，整个船舰采用了严密的气密设计系统，一旦遭遇核打击或生化武器袭击，所有船舱可以瞬间增压，利用正压原理把毒气和放射性尘埃死死挡在门外。而且它的战情中心并没有像传统军舰那样放在高高的舰桥上，而是深埋在舰体中央，四周被通道和舱室层层包裹。即使舰岛被炸平，深埋在肚子里的战情中心依然能指挥全舰开火。这种皮糙肉厚、抗打击溶于点满的设计，让首舰下水时，连二战传奇将领阿利伯克本人都忍不住狂赞：此舰为战而生，你们拥有的是世上最好的战舰。那么，随着首批伯克级退役，谁又能接他的班呢？在服役20几年后，美国海军觉得伯克级太老土了，隐身性能不够好，或许该准备让他退休了。于是他们砸下几百亿美元，搞出了科幻感爆棚、外形像个大熨斗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打算用它来全面接替伯克级，甚至还规划了用来接替提康德罗加级的 CG40代巡洋舰。但朱姆沃尔特级实在不中用，其舰上的全电推进系统、双波段雷达、先进舰炮系统严重超支，故障频发。原本计划建造32艘的朱姆沃尔特级，在建造了3艘之后，就因为成本失控被国会紧急叫停。CG 巡洋舰更是连图纸都没出完就直接流产，兜兜转转一圈，撞得头破血流的美国海军绝望地发现，那些 PPT 上炫酷无比的新概念战舰，要么造不出来，要么用不起。真正能打硬仗、买得起，而且船厂能保质保量造得快的，还是只有那个被嫌弃的老伙计阿利伯克级。五角大楼只好重新开启已经停产的伯克级生产线。这一重启不要紧，直接把伯克级推上了无可撼动的神坛。他被迫承担起了美国海军水面舰队几乎所有的主力任务。既然没有新船换，只能在老船的壳子里疯狂升级。在这30多年里，伯克级经历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版本更新和系统升级。早期的 Flight 1和 Flight 2批次，因为没有直升机库，反潜能力存在致命短板。到了 Flight 2A 批次，美军终于痛下决心补齐短板。他们在舰尾硬生生地加长了舰体，增加了双直升机机库，可以同时搭载2架 MH602 海鹰反潜直升机，这让伯克级的反潜搜索和打击半径瞬间扩大了几百公里。这一改 ，Flight 2A 直接成为了建造数量最多、目前绝对的主力型号。随着中俄等国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崛起，伯克级迎来了最深度的系统贴膜、换大脑，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插入型。比如近年来服役的较新批次，比如 DDG-124等，虽然穿着老款 Flight 2A 的衣服，却换上了最新版本的神盾基线 9C 作战系统。以前的神盾舰要么只能专心防空，要么只能专心搞海基反导，两者极难兼顾。但基线 9C 系统赋予了战舰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能力，它的超级大脑可以完美的一心二用。当敌方同时发射绿海飞行的反舰导弹和从天而降的弹道导弹时，换了大脑的伯克级可以一边指挥标准6导弹把低空的巡航导弹揍下来，一边引导标准3反导拦截弹冲出大气层，在太空中击碎弹道导弹。这种在高压环境下同时处理多维复杂威胁的能力，极大地延续了伯克级的战术生命。而到了最新的 Flight 3批次，伯克级更是迎来了换新手术，将老旧的 SPY-1 无源相控阵雷达彻底换成了强大的 AN SPY-6 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呈几何级数跃升。为了支撑这款吃电狂魔雷达， Flight 3的发电能力和制冷系统进行了极限扩容。
尽管经过了疯狂的魔改，伯克级的舰体冗余已经被榨干到了物理极限，它的发电能力已经无法支撑未来海战急需的高能激光武器和电磁炮，它必须被替换。于是，就在美军宣布首批伯克级将于2030年开始退役的同时，抛出了一份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下一代造舰计划。接手未来大洋统治权的将是一艘排水量和性能都恐怖的怪兽——特朗普级战列舰。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我们之前的视频就说过不少。不过最近又有消息证实其是一艘核动力战列舰，因此今天我有必要跟大家再聊聊这艘战列舰为何能成为接任伯克级的首选。从纸面数据看，这艘战列舰满载排水量超过3万吨，是现役伯克级驱逐舰的3倍，采用核动力推进，拥有几乎无限的航程和深不见底的电能储备，搭载极音速导弹、轨道炮、高能激光武器以及核巡航导弹。它的定位不是航母的保镖，而是独立率领舰队的超级武库舰和指挥中枢。纸面数据虽然天下无敌，但如果看造价账本，据估算，特朗普级单舰造价可能高达175亿美元，这个价格甚至超越了造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130亿美元，直接使特朗普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美军计划在未来30年内采购至少15艘，首舰预计2036年服役。当然，哪怕国会把预算批下来了，也无法保证这艘战列舰能够顺利上路，因为美国的造船工业或许已经造不出这样的船了。建造核动力水面舰艇的技术门槛极高，目前全美国仅有纽波特纽斯一家造船厂具备建造核动力水面舰艇的能力，但这座船厂目前的产能已经被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订单完全挤爆，甚至严重拖延。美国造船业如今面临着供应链断裂、成本无限膨胀的问题。盯着这些问题，该如何把一个造价175亿美元、集成了所有前沿黑科技的全新舰种塞进造船厂，对美军来说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总的来说，从8000吨级的伯克级直接跨越到3万吨级的核动力战列舰，这一激进的造舰计划深刻折射出美国海军在面对大国竞争时的雄心壮志。只是当一代神舰阿利伯克级开始陆续退役，它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海上的火力真空，更是美国海军一段不可复制的工业辉煌期。而新的继任者备受瞩目的特朗普级又能否扛住这波诞生危机，完美复刻伯克级曾经带来的压迫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好了，本期关于阿利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和其继承者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造价175亿美元、比航母还贵的核动力战列舰，您认为它是未来海战的破局者，还是五角大楼的昂贵玩具？伯克级退役后，美军现有的造船工业能否如期填补火力空白？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见。